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nry， 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新影片。上一周的影片 Tora 分享了他最喜欢的10双鞋，今天这期影片呢就要跟大家分享我买到的就是非常不错、利用率非常高的鞋子。首先第一双是这双 The Road 的鳗鱼皮乐福鞋，这双鞋就是我跟 Tora 有一样的，然后它是黑色，我是棕色的。我觉得乐福鞋真的非常方便，因为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穿靴子的人，不过就是有时候穿靴子还是有点不方便，比如说天气太热啊，穿脱比较不方便，这时候乐福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很多男生是喜欢穿球鞋的，我也非常推荐你们去买一双乐福鞋，因为乐福鞋不会像德比鞋那么正式，这个鞋型是非常适合想要试看看穿皮鞋的那种感觉的男生。这一双乐福鞋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鳗鱼皮的材质，然后它真的是非常的软，我觉得应该是我穿过所有乐福鞋里面最软的一双吧。很多皮鞋穿的时候都会有磨脚问题，尤其是脚后跟的部分。这双鞋我穿就是完全不磨脚。然后这双鞋需不需要买大一个尺寸或是大半个尺寸？包括 Tora 他自己也是买大的一个尺寸，但是我就是按照我本来的 size 去买。一开始穿的时候会觉得稍微有点紧，但是它也不会磨脚，穿了几次之后它就变软。总之这双鞋我觉得是非常好穿的一双鞋，而且这双鞋拍照也很好看，就是一双非常百搭，然后很耐看的一双乐福鞋。虽然说我觉得黑色应该是最百搭的颜色，但是这双棕色其实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深，有时候看它会有点像黑色，但在光线下它又是棕色，所以我觉得这颜色是很好看的。这双鞋前面这个褶皱是做的非常好的，里面是麂皮的材质，所以摸到这双鞋的时候会觉得说，哇，这双鞋的做工真的很好。穿搭的部分，不管你是穿7分裤露一点袜子，或者是长一点的裤子稍微盖住，我觉得都非常好看，非常时髦。我利用率非常高，然后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双乐福鞋，推荐给大家。下一双呢是这双爱马仕的 Go Mule， 非常大。一般我 size 是穿45，但是我的 Go Mule 我要穿到46，因为我穿45的话，我的这个后面会太刚好，所以这双鞋我是 size up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给大家一个尺码的参考。波乐鞋我觉得真的非常方便，就像拖鞋一样，你只要套进去就可以出门。穿长裤可以把后面盖住的话，大家又不会觉得太随便，前面其实也像是一个正常的鞋子嘛。这双鞋呢，就是有点像那个泰迪熊的颜色，就是那种浅棕色。我一开始其实是想要选灰色，不过后来我去试了之后，我觉得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，而且我没有这个颜色的鞋子，然后我觉得这颜色不管是跟蓝色牛仔裤或是黑色的裤子，我觉得搭配都是非常好看的。这双鞋的材质是麂皮的，就是非常软。然后这双鞋我看有人说就是太重，穿了不舒服。的确，这双鞋的重量是蛮重的，因为这底是非常厚的这种橡胶底，所以它其实穿起来是有点重量。就是我穿这双鞋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走得很快。但舒适度来说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。包括去巴塞隆那一天走1万多步，穿这双鞋我觉得也是 OK 的。这双鞋的穿搭方法就跟乐福鞋其实蛮像的，就是你不管穿长裤、短裤，其实都很好搭。然后这个颜色也有非常多种，我觉得很多颜色都蛮好看的，就是大家可以去店里试一下看。哪一个颜色是最适合你平常穿搭的颜色？这双鞋它还有就是毛毛的版本，之前在威尼斯的时候有试到过，那双鞋也是非常好看，它前面会有一撮毛，然后里面都是毛的。不过实用性来说的话，这双鞋可能还是比较方便一点，因为夏天啊或者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也是可以继续穿。但如果已经有这一双，然后想要冬天之后更可爱一点的话，就是我觉得那双鞋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下一双呢是我在巴黎的时候买到，就是我真的是超级开心的一双鞋，就是 CCP 的 Tornado Boots。真的太帅了！它之所以叫做 Tornado Boots 呢，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拉链就有点像龙卷风这样子斜上来的。因为 CCP 它不像其他的品牌，就是在电商网站啊，或是很多买手店或甚至实体店都可以买到，全世界只有几家买手店有，所以要试到或是真的去看到这个 CCP 其实是还蛮困难的。而且它的尺寸又不像一般尺寸，就假如说我欧洲尺寸是45，那你就买45，但 CCP 的尺寸是7、8、9、10这样子。所以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 CCP 到底是穿什么 size， 直到我就是去巴黎试了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我 EU45 对应的尺寸是 CCP 的10号。这尺寸也是给大家参考一下。这双鞋有很多的细节都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。鞋底有这个铁片，我觉得还蛮酷的。它的这个整个鞋底都是皮的，非常好看。但是因为它实在太滑了，所以我还是去贴了底。除了这拉链之外，我最喜欢的点就是它这个翘起来的鞋头，还有前面这个皮的褶皱。CCP 的鞋它有非常多的皮质可以选，比如说那种伤痕马臀皮、袋鼠皮、野牛皮，然后我这双是马皮的。每一种皮质的硬度，然后它的厚薄度都不一样，包括它的染色，就是在不同的皮质上的呈现也会不太一样。马皮它的光泽感就是会比较强，然后跟野牛皮还有伤痕马臀皮比的话，它会稍微软一点，但是没有袋鼠皮软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的一个皮质。这个颜色呢是19号，19号也是 CCP 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颜色，它是有点像深灰色，非常好看。在阳光下看的时候，它会稍微浅一点，然后在室内这样看的话，就是比较深的那种灰色，而且它的这个染色就是很均匀那种。就我觉得是比较特别一点。它有附鞋垫，这个鞋垫呢上面是皮的，然后下面是有点像 Nike 那种胶垫，所以这双鞋的舒适度其实是非常好的。这个是装 CCP 的袋子，大家
都说这是米袋，就想要跟大家说下这个 tag 2601L 就是这个 Tornado Boots 的鞋型。这个 course 就是马皮，如果是袋鼠皮的话就会写 roots， 后面这就是它的颜色，就是19号色，然后以及尺寸。每样 CCP 都会附这个本子，这个本子上面呢就会有你这双鞋的序号，这边就可以看到2528，这表示这个批次它一共生产了28双，然后这是这28双里面的第25双，然后就可以在鞋子的里面看到这边会有一个数字25，一个冷知识。搭配的话，比如说7分裤露出这个拉链，或是你穿长一点的裤子把这个盖住，都是非常好看的。除了这双 Tornado Boots 呢 ，CCP 还有另外一双我喜欢最久的那双鞋，就是2687P， 它就是带钛金属。跟这双 Tornado Boots 不一样的点呢，就是你可以看到 Tornado Boots 它这边其实是拼皮的，然后2687P 呢，它是一块皮做成的靴子。所以它的舒适度应该是没有 Tornado Boots 高，但是它整双鞋的做工，然后还有一些细节，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。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再跟大家分享。因为我已经喜欢这牌子真的非常久了，所以就是真的拥有之后，我觉得说哇，难怪它可以这么有名。但其实我不是真的 CCP 的超级粉丝，因为它的皮衣、西装那些，我觉得虽然都是非常厉害的工艺，然后也是真的很有实验性质，包括它整个概念，我觉得都非常好。但可能因为跟我的穿搭比较没有那么适配，所以我觉得 CCP 的鞋子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单品。很开心可以买到这一双鞋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下一双呢是这一双亚瑟士的 Joe Cayano 14，它真的非常的好穿，整个鞋底就非常软。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买运动鞋了，然后这双鞋应该是我去年使用率超级高的一双运动鞋，因为我那时候买这双鞋是为了跑步嘛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些使用痕迹。除了跑步之外，我穿这双鞋去做一些穿搭。这种运动鞋穿搭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潮流趋势了嘛，很多人都已经这样穿很久了。因为我很常穿黑色的裤子，所以我觉得这银色要有一点亮点。在去年的鞋子分享我也有说过，我真的已经越来越少去买运动鞋。在我高中、大学，我真的是非常迷球鞋的，皮鞋这种我是很少在看。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球鞋它真的是没有办法穿得很长久，就即便它是一双很好的鞋子，但是因为大部分的球鞋它都还是用环保材质嘛，还是会氧化甚至碎掉或什么的。后来因为来了意大利嘛，就接触了更多的这些品牌啊，慢慢的更倾向于去买皮鞋或者靴子这种工艺也是非常好，然后可以穿得更久的鞋子。但是我觉得运动鞋还是非常需要，再舒服的皮鞋它都不会有运动鞋来的舒服。我觉得还是需要有1-2双运动鞋在鞋柜里面。所以如果你再找一双好看，然后又有实用性的球鞋的话，那我很推荐你这双 Joe Cayano 14。它也有出很多不一样的颜色，就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风格，然后去选你喜欢的颜色。下一双呢，我去年已经有分享过了，这一双是 Guidi 的310，也是我利用率非常高的一双靴子，舒适度非常好，前面有一些拉链的亮点。310的高度呢，跟 CCP 的 Tornado Boots 是差不多的。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穿高筒的、包覆感很强的那种靴子，虽然你穿长裤也基本都挡住，也露不出来，但是我就觉得说7分裤可以露出来的时候，就是非常好看。然后310跟 CCP 相比的话，它的鞋头就会稍微圆润一点，就是没有像 CCP 这么尖，它也没有 CCP 的头那么翘。我觉得很贴心的点就是它有附 Vibrant 底，不需要自己再去买底，就只要拿去请人家帮你贴上就可以了。尺码也是比较正常，就是我是 EU45，那这就是买45码。总之这双 Guidi 就是我一年很常穿的一双高筒靴子。不过如果之后真的有买到2687P 的 CCP 的话，那我可能就会考虑把这一双310卖掉，因为这双310跟那双2687P 对我来说其实是蛮相似的，尽量把鞋柜精简一点，新的一双来卖掉一双。所以如果大家喜欢 Guidi 的话，我觉得310推荐大家去试一下。下一双呢也是一双靴子，是这双 BV 的 Chelsea Boots， 我也是真的很常穿这双靴子，因为 CCP 我今年才买到嘛。因为 Guidi 的310它的鞋型还是稍微没有那么正式一点，在穿搭上可能还是要稍微挑一下。那这双鞋呢，就是大家比较常规的切尔西靴，在穿搭上是更百搭一点。这双鞋我觉得很好看的点就是它是这样斜过来的，去年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过，跟那个 The Lean Chelsea Boots 的对比，因为它的跟比较薄，所以它更好穿一点。这双鞋是 Daniel Lee 在 BV 的时候做的，应该是2020秋冬，所以其实已经有非常多年了。这也是我刚刚说为什么慢慢的不买球鞋，偏向于买皮鞋。我这么常穿，包括有时候下雨天我还是会穿，它还是保持得非常好。所以一双好的皮鞋，你要穿10年，我觉得都不是问题。但前提是你要贴底啦，或是你这个底可能磨掉，你要去换。我自己的习惯是，大部分的皮鞋我都会去贴底。第一是它止滑，然后第二是它也可以比较好的防止磨到你的木头。如果磨完再换，那这双鞋就可以穿得更久。说到 BV 呢，那就来说一下这双 BV 的 Sunday Sleeper。这双鞋也是去年跟大家分享过，很好穿的一双鞋。我这样摸这个皮，就可以感觉到这个皮真的是非常的软。然后它这种编织又是 BV 比较代表性的一个设计嘛，它的鞋后跟也是做的非常软，所以它也不会去磨我的脚。不管你
配长裤还是短裤，都是很轻松就可以搭配的。但因为这双鞋我没有去贴地，所以在走那种石头路或者大理石路的时候就非常的滑。我之前在南艺的时候走那个石头城，我真的是得扶着栏杆才能走，因为真的太滑了。最后呢是这一双巴黎世家的穆勒鞋，也是我利用率非常高的一双穆勒鞋。我觉得它的鞋头还蛮好看的，就是那种比较薄然后方方的这种鞋型。一般我穿这种鞋的时候，我都是配一个宽的裤子，可以把大部分东西遮住。爱马仕那双穆勒鞋它就稍微更可爱一点，对方就是更酷一点。穆勒鞋这个鞋型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。那以上这些就是我的鞋子分享，不知道你们会喜欢，然后你们可以留言或是弹幕告诉我，就是哪一双鞋是你们最喜欢的。感谢你们观看，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啦，拜拜。